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绑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周围都是穷凶极恶的劫匪，他们手里拿着刀枪，随时都可能要了你的命。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你还能保持镇定，冷静地思考脱身之计吗？这正是我们的主人公，一位亿万富豪所面临的窘境。他被4个歹徒绑架到了深山老林，眼睛被蒙住，嘴巴被胶带封住，感官里只剩下野兽的嘶吼和虫鸣鸟叫。劫匪们围成一圈，叫嚣着要他交出所有的钱财，否则就要他的命。富豪心里明镜似的，这帮人绝不会放过自己。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留自己一条生路，又何必将自己带到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？但他并没有慌乱，反而很配合地将钱包交了出去。里面有3张卡，每张都有400万现金，足以让这些劫匪退休养老了。但富豪没有就此罢休，他又打开了自己的股票软件，告诉劫匪们，他还有价值3000万的股票，只是需要1到2个月才能变现。即便是把密码告诉他们，每次也只能取出2万，而且整个过程都会被监控拍下来。劫匪们听后有些不耐烦，逼迫富豪让他的妻子去筹钱赎人。富豪苦笑着摇摇头，说就凭他的身家，妻子们就算继承了遗产，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。他们要是知道自己被绑架的消息，铁定会立刻报警，到时候你们才是真的血本无归。劫匪们一听就炸了锅，骂骂咧咧的就要动手。富豪连忙打圆场，说他们之所以不放心，是怕自己逃跑报警。只要自己手上沾了人命，不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吗？大半夜的，上哪儿给你找人？劫匪不屑地反问。你们不是有4个人吗？牺牲1个就可以牢牢控制住我，而且还能多分1份钱。富豪脸不红心不跳地说。这一番话如惊雷炸响在每个劫匪的耳边，一下子把他们炸懵了。几千万巨款的诱惑和兄弟的性命，究竟哪个更重要？他们面面相觑，眼神里充满了犹豫和疑虑。富豪的一番话犹如毒蛇的信子，缓缓爬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们心神不宁，开始互相提防，生怕在睡梦中就被同伴下了毒手。而那个富豪呢，则枕着钞票美美地睡了一觉。几千万的身家让他根本不把这些小角色放在眼里。果不其然，到了后半夜，几个劫匪终于按捺不住，为了钱财和性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。刀光剑影，血溅当场，回荡在寂静的山林中，宛如炼狱。第二天，当警察赶到时，看到的就是横尸遍野的劫匪以及安然无恙的富豪。谁能想到，这一切仅仅源于富豪的一句话。这就是著名的所受之局，通过挑拨离间，制造内讧，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。这个局的精髓有2点：一是要准确判断对手的弱点，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；二是要敢于铤而走险，在关键时刻抛出诱饵，引导对手自相残杀。当然，这一招也并非万无一失，它需要对手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，需要有足够的利益来诱惑对手，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沉着，在生死一线间孤注一掷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，不懂得审时度势、随机应变，不懂得见缝插针、借力打力，我们很难立于不败之地。有时候，一个看似简单的局，一句看似随意的话，其实都蕴含着深谋远虑。但我们更要警惕，不要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情。那些劫匪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错误的位置上。如果他们能守住底线，或许就不会走到自取灭亡的地步。生活就像一盘大棋，落子无悔。让我们以智慧和谋略为指引，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操守。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只要我们不忘初心，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富豪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，关键就在于他深谙所受困天局的精髓。而这个局的精髓主要有2点：一是种下遗种，二是化被动为主动。只要我们能够灵活运用这2点，就能在逆境中开创出一片天地。先说第一点，种下遗种。这其实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，在对手内部制造矛盾和分歧。
我们都知道，人性是复杂的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欲望和诉求。当这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，或者面临着巨大的诱惑时，人的理智往往会被冲昏头脑，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富豪就是利用了劫匪们贪财的心理。几千万的巨款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可是馅饼只有一个，而他们有4个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独占鳌头，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。富豪提议牺牲1个人，这看似是在为难劫匪，实则是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从那一刻起，贪欲的种子就已经生根发芽了。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，如果牺牲的是别人，那自己不就能多分一笔钱了吗？而且富豪话里话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，那就是他们内部很可能已经有人动了歪脑筋。这无疑是火上浇油，让本就不太牢固的同盟出现了裂痕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劫匪中的一员，当你听到富豪的话后，你会怎么想？是选择相信同伴，还是提防他们在背后给你下毒手？是选择坦诚不公，还是先发制人？在金钱和生命面前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，而无论选择什么，结果都可能是兄弟反目，自相残杀。这就是一众的可怕之处，它能够激发人内心最阴暗、最自私的一面，让人丧失理智，做出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。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，就很难再回到从前。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用。比如在管理团队的时候，如果下属拉帮结派，抱团和你作对，你就可以利用权位诱制。手下那么多人，只有一个管理的位子，不可能人人都能升职加薪。在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下，他们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。而你要做的就是适时的火上浇油，让矛盾激化，同盟瓦解。等到他们内讧不断，你再逐一击破，就可以轻松达到愤而治之的目的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度的问题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要善于利用人性，但也不能过于心机。毕竟，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如果处理不当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再说第2点，化被动为主动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可能面临被动的局面，特别是当我们处于弱势地位，或者面对强大的对手时，更是如履薄冰，如同富豪一样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但是，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中，我们也不能失去斗志。关键是要学会见机行事，随机应变。就像富豪一样，他虽然被绑架，但他并没有慌乱，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，寻找突破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找准对手的弱点。劫匪们的弱点是什么？显然是钱，因为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，就是为了钱。这是他们最大的诉求，也是他们最大的软肋。富豪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，就是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。他没有轻易交出所有的钱财，而是利用钱财来设局，让劫匪们内讧，在他们心中种下一种，用利益来诱惑他们自相残杀。这一招可谓高明至极。在绝境中，富豪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利用手中的筹码扭转了局势。他化被动为主动，让看似无解的死局出现了柳暗花明的一线生机。这启示我们，在逆境中，我们要学会灵活应对，见招拆招。不管对手多么强大，我们都要善于利用他们的弱点，找准突破口。哪怕手中的筹码有限，只要用得巧妙，也能创造奇迹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颗勇敢的心。因为局势瞬息万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。这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，审时度势，随机应变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做局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我们做局是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，在竞争中求发展。但是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达目的而不择手段，更不能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。那些劫匪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他们以为可以不劳而获，可以一夜暴富，殊不知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。当贪欲吞噬理智，
当利益蒙蔽双眼，他们就已经输了。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警示：做人做事要懂得适可而止，要守住底线。我们可以用智慧和谋略去应对困境，去赢得竞争，但绝不能失去做人的根本。只有立身正，行得端，我们才能无愧于心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所受困天局是一个精彩的比喻，它生动地诠释了做局的艺术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它启示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人，一个有原则、有底线的人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要学会用智慧去应对，用谋略去突围，但更要用道德去约束自己，用良知去引领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局势的变幻中保持一颗不惑的心。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无论对手多么强大，我们都要坚信，只要我们不忘初心，坚持正道，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中，奥巴马的邻居比尔和丹尼尔则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做局的艺术。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做局手段，靠着自己独特的思维，让身价翻了好几番。看完下面这个故事，你就会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真正的思维差距。奥巴马在当总统之前，一直住在芝加哥的一栋老房子里面，在上任总统之后，便带着家眷去了白宫常住。在刚刚离家的时候，奥巴马对着记者说道：“我非常喜欢芝加哥的房子，等我任期满了之后，还会带着家人回来住。”这一个小小的访谈让奥巴马的邻居比尔高兴不已。比尔一直渴望一夜暴富的机会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。他满怀期望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，交给中介公司，挂了300万美元的价格。比尔以为有与总统做邻居这样的一个卖点，房子必然会非常抢手。然而房子信息在发布出去后，愿意购买的人却一个没有。为了搞清楚情况，比尔看了出售信息下方的留言，很多买家担心将来自己的生活毫无隐私，将会在严密的监视之下。比起和总统做邻居，他们更不想失去自己的隐私和自由，所以最终都选择了放弃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经历了久久无人问津的煎熬之后，比尔心灰意冷。后来一个叫丹尼尔的年轻人找到他，表示自己愿意花140万美元买下他的房子。比尔想也没想就同意了，直接签下契约。等到丹尼尔拿到房子后，他把房子改造成了一个价值远大于300万美元的摇钱树，凭借自己的思维成功获利。原来丹尼尔根据房子的特性，将其改造成一个幼儿园。幼儿园不同于私人住宅，孩子们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个极度安全的环境下上学，所以周围的监视越多，证明越安全。幼儿园也因此一举成名，还被誉为全美最安全的幼儿园，因此吸引了不少富豪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就读。因为太过于火爆，丹尼尔还把幼儿园的外墙也拍卖出去，吸引了无数广告商前来竞标。同样的房子，在不同人的手里，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就是思维的优势。比尔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，却没有洞察到隐私问题可能带来的阻碍，而丹尼尔则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安全的价值，并以创新的思维将房子改造成了幼儿园，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。这两个故事虽然场景不同，但都揭示了做局的艺术和思维的力量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我们要学会从多个角度去观察问题，去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，进行大胆的创新，把看似平凡的资源转化为非凡的价值。同时，这两个故事也启示我们，做局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益，真正的高手懂得从更高的维度去思考问题。他们做局不仅仅是为了金钱，更是为了创造价值，为了实现自我。就像丹尼尔，他不仅赚到了钱，更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，为无数家庭带去了福祉。这种高瞻远瞩的视野，这种心怀天下的情怀，正是我们在做局时应该具备的品质。它提醒我们，不论是在商场还是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都不能只为一时的得失。我们要学会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，去创造价值。
只有当我们的局能够为他人带去福祉，为社会创造财富，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赢家。总之，无论是所受困天局还是奥巴马的故事，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做局智慧。他们告诉我们，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具备独特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包括敏锐的洞察力、大胆的创新精神和精准的执行力。它们构成了普通人的致富宝典，是我们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。穷人之所以挣不到大钱，就是因为缺乏以下3大要素。如果你能凑齐，必定能成功翻身，迅速致富。1、缺乏做局思维，活是人干出来的，钱是人想出来的。越干活的人越穷，越思想的人就越富有。很多人为什么只能做点小生意，却干不成大买卖？很多老板为什么可以开小公司，却无法把企业做强做大？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做局思维，只顾眼前小利，却不懂着眼将来，在未来布下大局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众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劳动，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而很多国家的民众没日没夜的干，却只能图一个温饱？这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做局，他们建立起一个系统，而系统中最为关键的资源都掌控在他们手中，所以其他人只能沦为他们打工的苦力。核心技术是西方人的筹码，只要技术在手，便可主导系统，成为局中最大的获利者。所以高手从来不是靠做事来赚小钱，而靠做局来赚大钱。要想做好局，必须要掌握以下2个关键要素：一、资源。做局就要懂得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做到天下皆不为我所有，但天下皆可为我所用。除了利用自己手上已有的资源，还要懂得去借助和整合别人的资源，这才是聪明人。2大局观。做局一定要总揽全局，绝不能因小失大，更不能只顾眼前小利。成大事者必有大格局、大胸怀、大气魄，才能成就霸业。俗话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为了大局能成，受点委屈，做出点牺牲，完全可以接受。只要你能随时保持用上帝视角来做局，必然能成大事。2、缺乏认知，一个人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。做局肯定是在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范围内行事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因此要成局，必须牢记以下2点：一、博闻广识，保持学习的谦卑心态，多听多看多思考，积累知识，学习经验，掌握技巧，提升认知和技能。当你的思维越是开阔，越是广博，做局便可轻而易举。2、术业有专攻，做局一定要把某一个行业做到极致。博闻广识并非是让你粗而不精，相反，只有把一个行业研究透了，你才能做大局，赚大钱。不信你看看，真正能赚大钱的，往往都是在行业中做到了极致的人。3、缺乏发现商机的洞察力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里，机会往往转瞬即逝。那些能够敏锐洞察商机的人，往往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，成事儿上创造出非凡的成就。正如雷军所说，只要找准了风口，就算是一头猪站在风口上也能飞起来。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洞察力的重要性。洞察力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，它要求我们能够透过表象看清事物的本质，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捕捉到关键的讯号，能够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预见未来的趋势。当我们的认知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我们就慢慢具备了这种洞察商机的眼力。在商界，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。马云、刘强东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商业帝国，造就不世之名，关键就在于他们看到了互联网的无限商机。在互联网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，他们就敏锐地意识到，这将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，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。于是他们果断地踏上了互联网创业的道路。他们趁势而起，顺风做局，在这个风口上尽情地飞翔。他们创新的商业模式、优质的服务体验以及对市场的精准把握，最终成就了阿里巴巴、京东等商业帝国。他们的成功无不彰显了洞察力的巨大威力。
当然，洞察力并非与生俱来，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磨砺，在观察中不断提升。要培养洞察力，我们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，要敢于打破思维的藩篱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世界。我们要多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，多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，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深度思考。表象往往是欺骗性的，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规律。我们要养成反思的习惯，常问自己为什么，探索事物背后的逻辑和因果。只有不断地提出问题，不断地寻找答案，我们的洞察力才能不断提升。再次，我们要敢于实践。洞察力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在实践中锻造出来的。我们要勇于尝试，敢于犯错，在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。只有亲身实践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意义，才能将洞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持谦逊和学习的心态。世界瞬息万变，没有人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时刻准备学习和改变。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。总之，洞察力是我们在商业竞争中的秘密武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，可以帮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把握先机。正如马云所说，洞察力是上天给予人类最大的礼物。当然，洞察力并非万能，它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，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。正如文章开头所说，要想赚大钱，还需要做局思维和资源整合能力。只有三者相辅相成，我们才能在商业的海洋中乘风破浪，达到彼岸。让我们以那些商业巨头为榜样，在实践中不断磨砺自己的洞察力。让我们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挑战自我，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。相信只要我们具备了这些关键要素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财富自由，成就非凡的人生。未来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培养自己的洞察力，锻造自己的做局思维，提升自己的资源整合能力。让我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下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篇章。记住，成功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。愿你我都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，最终实现财富自由，成就非凡的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